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月亮星期六以及月科报道集。没错，这一次的话是本工作室第一次同时制作的一个报道。那今天的话就是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一台笔电。没错，原本我们上一周是有 S7F，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礼拜的时候是有拿 U6V， 但是呢，碍于这两台已经都送出去了。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可以到我们月亮游戏平台的资讯栏，应该是说直播区，可以去看我们的创世神建筑大赛。没错，我们这次创世神建筑大赛已经圆满落幕了，而且还蛮庆幸的，因为想说应该可能会失败结尾，没有，反而还蛮顺的。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我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啊。目前的话，我正在使用这台笔电是龙山工作室安奖给我的。那他说他想要把这台笔电直接送给我，然后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也感谢龙山工作室的安奖免费提供笔电给我做 Windows 使用服务。那既然我们有了这台笔电，我们就来做一下介绍。那这台笔电的话，基本上就是 ThinkPad 的电脑。那基本上这一台电脑呢，主要的部分有什么？主要的部分是它有红点，这是它的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随时随地携带，续航力也很强。所以呢，这个就是 ThinkPad 的部分。那我买的这一个是 X240，也就是我高中其实梦幻的笔电。其实我原本还有想过要买 T440P， 不过呢 T440P 我发现有点贵，所以呢我就一路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它。不过呢，还好有 X240。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X240算是我其次会想要拿的笔电。其实我更早以前有想过要拿 X220啊 ，ThinkPad 的 X220，但是那一个是2代的处理器。然后呢，我们发现到的就是这一台笔电有一个很独特的功能。那我们请导播台把这一边的灯光先给关掉一下。对，也就是导播台的这一个灯光，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一台呢，其实它的 ThinkPad I 的部分有亮灯。所以呢还蛮特别的，那就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把灯切回来吧。好了，感谢您。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讲一下，就是这一台的电脑规格啊。i5-4200U 搭载的是 HD4400 的内显，然后呢有 4GB 的 DDR3 的机体，然后基本上这一台电脑的部分呢，大概能介绍都是差不多的样貌，然后再加上这一台电脑的话，基本上我们有装过 SSD， 所以目前内置的我们是240GB 的 SSD 在这里面。那基本上在跑部分呢，就是体验上来讲都是没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规格需要做升级。那什么规格，我们就直接一一来讲。首先是我们的喇叭，对，这台喇叭有破音。那基本上这个破音呢就很好解决，就只要把这个喇叭的模组给它换掉就 OK 了。所以呢，这个算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的话是电池，电池比较难搞，因为电池这一台的部分已经将近有10年了，所以呢要搞它这一台的电池需要去找时间，就是花上网的时间来去看看哪一个电池是比较适合它的。应该是说有没有找到它符合的电池，然后库存是有没有的。那目前的话，这台电池其实原本要有2颗，没错，一颗在里面，一颗在外面，所以呢才会有2颗的这一颗电池。那基本上的话，我们就是给各位讲说，X240就是有2颗电池在这一台电脑上面，也就是说它的续航力也会比较好一点。好，再来就是萤幕面板，萤幕面板呢是1366×768，但是是 TN 版，所以之后的话我会改成 IPS 版，没错，它就可以直接装 IPS 的萤幕上去，基本上就这样就好了。剩下的部分呢，应该都差不多。最后的话，贴纸我可能找个时间再考虑把它弄上去。那其实贴纸也可以不用弄上去，因为毕竟这台电脑本身它的样貌这样子看下去已经算是不错了。然后呢，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它前面的样貌。没错，这个就是它前面这台电脑的样貌。那基本上的话，这一台电脑的规格也算是蛮不错的一个规格，虽然说只有内显，但是玩任何游戏都是 OK 的。那这一台的话，还有网卡的问题，我也要更新齁。然后变压器的部分，这一定要更新。为什么呢？因为变压器的话，它的线有被裁过，
对，龙山工作室的安酱有把这一台笔电的充电线给中间的那一条线给它剪掉，然后去接蓄电电池。不过后面想说他不要嘛，然后又接回来，所以呢风险还是蛮高的。毕竟他都已经把它接回来，可是他是用什么？不是用电火布、电灰布，是使用我们的一般胶带。也就是说，这样子的风险真的很高。而且如果会有什么样的地方呢？在你自己的床上，如果要用的话，可能会有着火的问题嘛。所以呢，到时候我会把这台的这一个充电线给它换，然后呢，再来就是喇叭会换掉，萤幕会换掉，电池会装上去，剩下的一些零组件呢，我们也会更新，像是机体会更新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这一台更新的话，会加起来总共花超过它这一台原本二手的价格。没错，就是这么多不过为什么我会想要去开这一些钱来去升级它呢？主要是因为这一台电脑其实是我刚才讲的嘛，高中就很想要用的电脑对了，如果是月亮星期六的观众，可能你们要留意一下，这一次没有广告。所以呢，就稍微留意一下，毕竟我们已经是比完赛回来之后，跟各位稍微讲一下事情嘛。好的，那这就是这一台电脑的部分。那基本上指纹辨识电脑的开关键基本上都排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再就是它的有一些键盘的部分，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部分。那其实最早期也有一个键盘呢，他们真的是主打敲打级的键盘，因为那时候键盘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的特别，就是孤岛式，它好像有点像是一般的电脑会用的薄膜键盘，所以呢，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台电脑它是更新版本过了。那 X230 的话就不是了，上一版本 X230 呢，它就跟 X220 一样是用旧款的键盘，我也觉得旧款的键盘感觉蛮好打的。然后呢，在侧边的话就是有电源接口。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散热风扇说真的，散热器的话，基本上他们要转会转，但是都转很低，因为毕竟它是 U 版本的处理器，所以会比较省电。然后再来就是它有 USB 跟我们的这一种 DP 线的接口这个 DisplayPort 的 Mini。然后呢，再来就是原本有一张应该是要接 IC 卡的，不过呢它没办法用。然后呢，在这一边。我们这一边的话就是有网路孔，然后有 SIM 卡插槽，没错，这个可以插 SIM 卡。下面的话是我们的这个 SD 卡插槽，然后再一个 USB 跟耳机孔。也就是说，它这一个电脑虽然说扩充性蛮低的，但是至少该有的还是有给，所以呢，我觉得算是蛮大的加分。那这样子代表就是说这台电脑的效能，算不错吗？也未必。如果你个人是做纯文书的话，其实这一台电脑已经算是 OK 了。但是如果你要玩游戏的话，建议你先上到8G 会比较好一点，因为4G 基本上你玩个游戏都会卡。我像玩个崩铁开一下也要有一段时间，因为毕竟都卡在我们的记忆体的问题，所以到时候我可能会把记忆体升到8G 给它做使用，所以就请各位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更新啦。对，那这样子的话，代表就是说这台笔电。接下来会是我们工作室的文书电脑，然后还有我忘了跟各位讲，这台电脑的有一些缺点还是有的，比方说就是因为它是内显，所以没办法玩3A 大作嘛。当然我也不奢求它玩3A 大作，毕竟我也不会玩内显。那当然我们就是买这一台笔电，主要的第一项目就是文书，第二项目就是娱乐性质，第三项目呢，偶尔使用它的一些专业软体，比方说我们的 Flash 跟我们的 Framework 这一个是绘图，一个是做动画的一个软体。然后呢，再来就是麦块还会偶尔玩一下，然后呢，再来就是音乐也会在这一台也会做使用。当然我还有另外一台就是 MacBook Air， 今天没有带来，就请各位见谅了。下一次的话，我们开始恢复我们原本月科报道的动作之后，我们就请各位敬请期待了。那当然啦，我们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也是都更换了电脑部分居多，一个礼拜换3次应该是说这3个礼拜都换一次，各换一次。一台是 S7F， 另外一台是 U6V， 然后现在的话是我们的联想的 ThinkPad X240。
那这一台 X240反而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电脑。那基本上的话，会是我们未来工作室一定会用到这一台笔电。那到时候这一台笔电规格完全之后，我们就来正式的给各位介绍开箱。好的，那这个就是这一台电脑的目前主要的部分。那当然啦，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刮出来跟各位讲的，比方说它其实这一个指纹辨识真的说实在的也还不错，只是说它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呆滞，就是没办法做使用。我们现在目前现场来去给各位测试一下哈。好的，那我们就稍微给各位看一下画面。那这一个的话，就是指纹辨识，它会在这一边亮。那基本上我们这样子，如果是反手的话，看会怎样？是蛮顺的啊。好了，开起来。那基本上的话，就是它正反面都可以用。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一台电脑也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指纹辨识系统。但是现在的话，时代科技在进步，它的指纹辨识已经开始变成像我们在联盟3啊，或者是其他手机Home键的时候会看到的那个大拇指哦 ，Touch ID 就是那一种概念。那基本上的话，我会比较希望旧款胜过于新版哦，因为旧款的电脑它至少在打感跟一些体验上来讲，真的不输给现在的 ThinkPad。所以呢，我感谢我们的这个安讲，也就是龙山工作室的创办人啊，现在之后他可能也会是我们的员工啦。如果开始做正儿八经的事件之后，开始有收入，他应该就会是我们的员工了。不过我们现在都是让他当个临时的，没错，因为目前还没有收入，所以就请各位见谅。反正就是这一台电脑，说真的，我觉得还算不错，而且至少调整的部分也算 OK。然后声量也是很直觉的，就是说现在多大多小声。然后呢，再就是一些设定、搜寻啊那一些的，它全部都有给。代表就是说，它整套的设定是真的还蛮不错的。那基本上的话，它有一些功能呢，也是可以稍微研究研究。好的，那这就是这一台电脑的部分。没错，我们今天的话主题就只有单纯这一台电脑。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的话，可能这几十年开始，直到这台电脑已经没有办法用的之前，我们都会用它。因为基本上这一台电脑呢，也算是一台我本来就很想要拿的这一台笔电啊。果不其然拿到了。因为之前呢，为什么没有拿到？原因很简单，因为毕竟这台电脑当年出厂的时候，我也才几岁而已，我也才10岁而已啊，所以呢也没办法买到，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那时候，我还没有那么的大嘛，所以呢，买电脑可能就是要等到后面才有办法这样子做。那现在的话有电脑了，就让我的童年补完了。所以呢，也感谢龙山工作室的安讲，可以让我摸到这一台 Lenovo 的 ThinkPad X240。虽然说我其实更想要的是我们的 IBM 大哥，他是用 Windows XP， 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是要真正的使用它。所以呢，我还是拿比较新一点的笔电会比较好一点。好的，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工作室的全面内容项目提供给各位。那这一次是月比亮乐的月亮星期六节目，以及我们的这一个月科报道是同时制作的，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也算是另类的突破了。到时候呢，就请各位敬请期待啊！如果你们想要看一下我们的回播，就请到我们下方的资讯栏来去点我们的创世城建筑大赛的回播，那就请各位敬请期待啦。好，那这里是尊越传媒，我是主持人尊越乐，感谢各位收看，请记得每个礼拜六的晚间8点准时收看我们的月亮星期六，以及每个礼拜日的中午12点半准时收看我们的月科报道，只会报科报，没有报政治，以及只会讨论休闲，不会讨论政治的尊越乐。我们下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见啦，拜拜。